都不陌生了，都比较熟悉。山如碧玉簪。那这张画儿，它其实表达起来就是在颜色上面，我们稍微细致一点，多去找一找，其他的都还好。平安夜不重要是吧？大家平平安安才重要。是的哈，今天晚上好像就是传说中的平安夜，明天呢好像就是咱们的圣诞节了，对吧？当然啊，虽然它是舶来品，但是美丽的节日、快乐的节日呢，属于每一个人啊，属于每一个人。是的，白雪时的漓江山水。丹青说：“博云老师总是那么的乐观，总得笑一笑嘛，总得笑一笑。”今天这幅画真漂亮，是吧？好，喜欢或者觉得漂亮的话，咱们都可以多来画一画的啊。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没有点关注的呢，可以点一下关注啊，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在我们的群内呢，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我们每一次呢都会提前一天发送给大家。尺寸45×45的大小，就是一个方形的纸张，至少是一个方形的纸张啊。好，给大家展示一个细致一点的图。声音永远那么熟悉，是吧？看来我们都是熟悉的老面孔了啊，熟悉的老朋友们和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都欢迎大家准备好工具材料，跟着我们一起来画一画。如果你是初次或者刚开始接触咱们的国画，还不太了解需要准备哪些材料，我们在右侧已经给大家准备出来了哈，也就是我们传说中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嘛。那么每次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啊，就目前而言，我们画的内容啊，大家其实都可以上手来画一画，来感受感受的。你可能看起来它比较繁复，对吧？这么细密的线条，其实你画一画，你发现它其实也是能够上手的，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的复杂。宁静致远，祥泰之舟，梦之意，静心，皖南。桑丽燕，喜兰，好，欢迎大家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现在群不用反复的进啊，只要有一个就可以了。现在应该还有咱们的第14群没有这个人还没有满，所以呢可以申请这个群。如果你已经进了群呢，就不用重复的添加，好不好？好嘞，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大家周末愉快，周末愉快。不管是平安夜还是圣诞节，是吧？我们平平安安，我想是我们最近共有的一个体会啊。平安健康应该是最近共有的体会。老师好一些美，好一些美，好多了哈，基本上都正常了，都正常了。各位小伙伴，也祝愿大家呢一切安好，一切安好。好了，各位小伙伴们，咱们呢时间到点了哈，就要正式的开始带大家一起来绘制了。在开始之前，是吧？还是给我们小伙伴们打个招呼，是吧？好，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易朵云的直播间，我是博云。今天我们要画的这张作品是白雪时的山如碧玉簪啊，这张画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对不对？以这种空旷而且呢水波粼粼或者光影的感觉来体现漓江一带的景致。是吧？山色空蒙，而且整个颜色它是比较浅淡，当然
比较突出的使用的是咱们的石青这种颜色，对不对？好，那么右侧呢是咱们相应的工具清单的提示，大家可以做好相应的准备。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听课的，你可以先拿相应的材料来感受一下画面的位置啊、大小啊、造型也可以。如果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绘画的基础了，对吧？或者以前呢都感受过的小伙伴那可以呢尽量的把材料准备齐全，我们能完整画的就完整画，是吧？完整画下来有困难的，我们可以局部的练习都可以的。大周末了，尽可能让自己绘画的时候心情啊放松一点，好不好？好，接下来我就要调转镜头了，就要开始带大家直接上手来画画今天咱们的这个案例了。好了，能够看到我的双手的，来敲两个数字5。然后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咱们的工具材料啊，工具材料。一只小号的狼毫，一只小号的狼毫，是吧？然后我们用来勾勒和皴擦咱们的岩石，包括勾勒，甚至于咱们的一些树枝和叶片都有可能。然后我们的白云笔，准备一支大号的，然后再准备一支小白云，是吧？用来染色的嘛。啊，中白云是吧？白云笔你可以大中小号各准备一支，或者说咱们在这个皴的时候用狼毫或者说尖毫是吧？至少来2支嘛，来2支咱们的这个来画咱们的墨色，对不对？当然还可以准备一支小红毛，我们可以用来勾勒这个小船儿以及某些叶片儿，是吧？或者上面的一些小树。那么就是说，我们需要准备至少2支白云笔，2支尖毫或者狼毫，是吧？一支小红毛来画一些小的细节，理解了哈。好，那么这是我们在毛笔的使用上面呢，给大家提的一些简单的提示。好，我们把这个墨汁呢倒出来。好，我们稍微的来一点墨汁就可以了。这张画是白雪石的作品啊，我们已经画的挺熟悉的了，我们没有过多的去介绍。来，我们拿出小号的这个狼毫笔，在笔洗里浸湿。我们再拿一个碟子来啊，给大家微微的去调和它的墨色的层次。好，这会儿大家看到了啊，左边咱们有一支试笔的纸，右手我们拿的这个毛笔，笔尖可以蘸取点浓重的墨色，来微微的去给它调和，是吧？微微的调和，多余的水分都可以刮一刮，吸一吸咱们毛笔笔肚多余的水分，对吧？在碟子里边完成的这个过程啊，动作啊，就是把它的这个墨色的层次先给它区分出来，然后我们在这个纸张上面，我们进行的就是水分的把控，吸毛笔笔肚多余的水分，对吧？好，我们现在呀可以画的相对的浓稠一点点，因为这个画底部它的墨色比较浓重，是不是啊？比较浓重。是的，多喝水啊！各位小伙伴也是多喝热水。好，然后咱们呢就要开始了啊。我们画这张画的时候，依然是由近及远，由近处向远处呢开始去给它表达。在刻画的时候，我们这个岩石底部它没有特别明显的特征，主要是墨色它要种下去，是吧？墨色要种下去，是吧？声音听着好多了。上一次呢，我以为自己一下就好了，对吧？没想到今天我们还是缓了2天，刚好。来，我们先确定一下画面的中心点哈，先确定好横竖十字线交叉的点。好，大致确定这么一个点，一会儿我们来参考它来刻画物体的位置。好，这个点大家确定出来了吗？这个点确定出来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根据这种
岩石的这种画面整体的位置呢，去确定它的相互的位置关系啊和大小，对不对？嗯，康复了，是的，是的。好，首先我们位于竖着的中心线往左侧大约2指左右，竖着中心线下来，对不对？大致你能确定出来吗？就竖着中心大约在这儿，在这里，然后往左大约1指吧，1指，然后画到整个纸张右侧边缘一半，竖着中心线到整个纸张右侧边缘大约一半，这就是我们最前方这块小岩石的最宽的地方了。高呢，大约画3到4个手指，3到4个手指的一个高度就够了。嗯，好，来，我们把这个推进一点儿，推进一点儿，来推进点儿，底部从下往上，然后再从后方是吧？从下往上来交叠一层，再交叠一层。那么越往后方走的时候，它的形态呢是不太规则的，而且呢也会相对的变高一些，相对的变高一点点啊，变高。好，然后在后方它们交叠的地方是吧？我们就自己靠这个笔触去给它擦这种体块，区分开前后的一浓一淡，对不对？好，给它区分出来，能看得清的吧？稍微的这样清晰一些，对不对？好，这样就可以了。工具清单在左侧，然后我们要画的是最底部的那块岩石哈，最底部的那一块。好，确定出来，你比如说在它边角，你甚至于画一些不太规整的，都是可以的，都是可以的。就把不同的体块给它区分开，同时这一大块岩石的墨色本来它也比较浓重，对吧？也比较浓重。那么像前后这种小石块给它区分，擦一擦，对吧？就够了，没有特别多的一些小的细节。在右侧在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墨块是吧？可以把墨块啊给它种下去，给它种下去，然后来点淡墨，把之前的重墨是吧？给它衔接衔接，一大块的浓重的墨色就出来了。好，这是最底部，它本来需要一些浓重的墨色嘛。然后在它旁边，在它旁边其实就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在前方的呢相对的亮一点，在后的要浓重一些。然后我们再来画它左侧，左侧这块在画的时候呢，它相对来讲造型不是很明确，因为它的墨色非常的深，是吧？我们呢可以给它概括，是吧？概括掉。我用的是生宣的卡纸，生宣的卡纸。嗯，我想今天直接带着大家画，能跟着画出来吗？
这是咱们最前方画的这一两块小的石头哈，它没有特别多的细节，而是靠比较厚重的墨色的层次，它去区分、去对比整个画面的整体的内容，然后我们再往上面去加的时候，我们要稍微等它干一干，对吧？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的加点什么树枝，对不对？还有茂密的树叶。是的，他的画风呢受了这种西方素描光影的这种关系的影响。这是我们说那个时代20世纪画家们呢喜欢找各种各样的绘画的技法来改良，或者说来进一步的融创咱们的中国画，所以呢出现了很多绘画的风格，很多的绘画的风格。好的，咱们这块呢先画到这儿，然后再从它左侧。大约高3个手指左右。好，高3个手指左右，然后我们呢，在它右侧开始出一些枝，是吧？它是这种直接墨骨的方式呢，去勾勒了一些墨色非常深的一些线条，大概把树的一个姿态确定出来就可以了。然后左边也是一样。好，再往右侧。边边角角的。好嘞，在加这个叶片的，加这个树枝的时候，不要太过于平均，是吧？你看这块繁茂一点，它该疏朗的地方，那么我们该给它留出来的，是吧？要留出来。在勾勒这块树枝的时候，它没有特别多的要点，你把大体的一个姿态能够确定出来就是可以的。然后边缘，对吧？适当的来点小的点，抬点。好，在它的底部这一块儿，我们呢又来点小的树枝，高矮错落的，对不对？高矮错落的。好，这块呢，我想画起来应该还是比较方便的，对吧？大家早上好啊，大家周末愉快。现在大家伙儿还好吗？好，这是我们画的最前方的这块的岩石，然后在它右侧的边角，我们又来再加一个小的树枝，加一个小树枝。好，然后我们再往右侧走，稍微的长一点点。那么左边的高一些，右侧的可以稍微的低矮，是吧？稍微的低矮一点。同时，在它的纸张的右侧的边缘，我们要留出一定的间距来，因为旁边我们还需要加这个点景的小船儿，是不是？好，在画这种小树枝的时候，你比如说从下，是吧，向上，这样去出枝都是可以的。行笔不用特别快，把它稍微沉稳一点，给它画出来。好，那么他画的这种画儿，其实就是偏装饰性比较强，是吧？在一些大的礼堂，大家都应该是看到过，还有一些会堂都有他的作品，是吧？用来装点咱们的一些大的这种空间环境呢，他的画作还是比较这个合适的哈。好，然后呢，咱们再往右侧走。
稍微的添加一些，是吧？或繁，或更加茂密的出汁。卡纸用的是这个贴了宣纸的那一面，光滑的那一面呢是那是卡纸不能用，知道吧？好，咱们是要贴了这个宣纸的那一面，你可以看一看。好，这是我们最前方，或者说画面最下方的这些小树。好，这块大家如果跟上的话，来敲个数字1，好不好？然后我们来一个浓重的墨点，点在岩石的上方，点在岩石边角或者说偏顶部或前后交叠的位置上，啊，稍微的来上一些苔点。好，然后咱们再往左边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画的，应该说是比较简略的了，对吧？啊，没有什么太复杂的点，有一些稍微细密点的呢，只要你稍微耐心一点，都可以画得出来，因为它也不是什么造型特别复杂，或者说特别难的事儿，是吧？好，左侧我们在点的时候，用我们所说的一种介字点，去把我们的这一块的竹叶也好，或者说茂密的树叶也好，给它体现出来。好嘞，接下来我们开始来画这个叶片，画咱们的这个叶子了。大约高多少？它可以比咱们这个树的叶子啊，这个树梢部分呢，还可以高一点点，是吧？可以高一点点，大约位于竖着的中心线靠左一个颜料管儿，是吧？接近于整个竖着中心线到纸张左侧边缘的一半的位置，接近啊，接近而已，但是还是比较靠右一些。好，浓重的墨点是吧？好，我们把这个笔触画的更饱满大一些。好，然后注意到整个树冠姿态的是吧？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把这个树冠姿态外在的这个轮廓要表达起来，看起来形象，像一棵树，对不对？就可以了。好，再往下走，它一层层的交叠。好，在它左边，不能画的特别的平整哈，而且大小都可以有点的区分一下。好，从上往下是吧？要连叠到下方的岩石，连叠到下方的岩石上。好，再往下方走的时候，这个笔触之间的缝隙，对吧？笔触之间的缝隙，或者说叶片之间的这种间隙，咱们都会给它变小，变小一点。好，这一侧该繁茂的地方，就需要给它加的更加的繁复一点。
疏朗的位置呢，就像这些地方，对吧？那就要松动开一些。早上好，欢迎各位小伙伴来到一朵云的直播间哈。今天咱们画的这张案例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可以多动手，一起来感受感受，好不好？好，能局部更画的也是可以的，也是可以的。好，再往下边儿。好，再从上往下，是吧？把这种笔触的缝隙的位置啊，我们需要给它填充的更加的密集点儿。好，左边儿是吧？左上角。好，再往这一侧走。怎么小黄心儿又灭了？可能是我们太久没有来到直播间了啊。好，往下去连叠起来，左右连叠起来这一大片。好，这是我们这旁边的这叶子啊，该密集的地方，我们甚至于还可以主动的用一些灵活的笔触给它融合的，或者更加的厚重，更加厚重一点。留白的笔点呢，不会让它特别的跳跃，稍微的退远，看看整体，看看整体。好，这就是我们要画的这张画面的底部的内容。是吧？底部的这些树叶画到这儿，它是用来更多的是衬托这个画境当中的一些其他的墨色层次，对吧？所以在底部这块来加的比较浓重，加的比较浓重。好，这是我们画的这一块。如果大家伙儿都跟上了，来敲个数字6啊，敲个数字6。啊，树叶可以画慢点吧？可以的。好，我给大家再示范一下咱们这个介字点，这个其实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画的一种这种树叶的一种符号的方式，是吧？来，我们简单说一下，是吧？就像给你介绍一个朋友的介，是吧？介绍一个朋友的这个字儿的介，是吧？所以我们在画的时候就是头重脚轻，时起虚收，是吧？从一片聚焦的一个点往周边去放射的去叠加这种叶片，是吧？叠加这种叶片，然后叶片与叶片之间呢，它可以有一定的连叠，是吧？边缘不一定要完全要给它聚焦到一个点，对吧？而且有的大一点，有的呢可能会相对的小一点，这个应该容易理解，对吧？好，笔触的如果叶片面积比较大的话，我们还可以适当的处理一下它自己内部的一种疏密的关系，就是留白的点，是吧？要减少。好，这就是我们画的底部的这一块的内容啊。而且在画的时候，我们不要每个笔触都一样大，是吧？适当的有一些区分就更好。
好，接下来我们呢要画左侧的这块岩石了。它大约底部纸张的底部要留出2指左右的间距，一会儿用来画这个浅滩，对不对？好，底部留出2指左右，然后它有多宽呢？位于整个画面左侧竖着的中心线是吧？到纸张左侧边缘一半的线条是吧？一半的地方再靠右是吧？再靠右1指到2指是吧？1到2指，这就是我们的岩石整个的一个宽度，或者从纸张的边缘往里边数，一个颜料管多一些的距离。好，这是我们给大家讲到的这个岩石最宽的地方，它最高大概画到哪儿？大约在我们横着的中心线是吧？横向的这个中心线上方2指左右，是吧？2指左右就够了，不要画的太高了，太高了呢，一会儿我们这个和右侧物体的位置造型关系呢，它就不太协调，是吧？2指左右就够。好，现在确定了最高的点、最低、最右，对吧？那么可以开始来塑造了，因为它这是2大簇的岩石，并不是说一块儿，是吧？并不是画一块儿。那么最高的还有，我们先把左下角这块画出来吧。左下角有一个横躺着的，应该算3大块啊。好，左下角这块岩石大约我们画3个手指高，是吧？最高的点它没有超过咱们的树梢，它是斜躺着的。左下右上，好，我们接这么一块石头，然后再从后方走，好，把这个石块呢大约勾勒出来了，对不对？这个石块勾勒出来之后，然后我们就需要再从这个上方交叠一些结构线，一层层的去叠加的这种感觉，是吧？更丰富的一些造型或者一些小的细节。只有周6日9点半上课吗？这个我们目前都是上午的9点半，是吧？一般是周2或周5休息，但前2天是吧？然后多休了2天。好，大家周末愉快，是吧？你可以关注一朵云，以后有直播你可以收到相应的提醒。好，中间细密的结构你可以适当灵活一点点。慈悲老师来了是吗？好，欢迎咱们的慈悲。这是一位勇士，居然他还没有感冒。好，然后我们再来啊，前后交叠的地方是吧？大致就点到这儿。回放在屏幕下方的小黄车第1号链接里边，有回放，同时呢也会有我们说给大家赠送的基础的技法教程。好嘞，然后接下来我们呢再来画左侧它后方的岩石，对吧？我们都是一块接着一块来的，一块接一块来的。再往后方走的时候，再往后方走的时候，再往后方画一下这个斜坡。这个斜坡它比前方的来看的话，要比前方的这个要高挑，是吧？高挑一点。它在横着的中心线以下，这个呢在横着中心线以上2指，下面这块岩石可以在横着中心线以下
2到3指，是吧？2到3指，它是一个右上左下倾斜的一个结构线啊，一个造型嘛。其实这个造型其实比较简阔，但对于内部的它，因为这个岩石的结构比较复杂，对不对？内部感觉特别多细密的小线条啊，很多小伙伴呢初学的时候就会比较觉得可能会觉得比较难，对吧？这个呢都很正常。其实你稍微耐心点，掌握了它内在的规律，勾勒出来并不难。每天上午的9点半，是的，咱们都直播，然后休息呢会另行通知。好，好，在前方是吧？我们也给它稍微的交叠交叠。底部这些岩石它肯定都不会一样高的，不会一样高的啊。大致把轮廓造型关系给它勾勒出来。这杯热水很及时，对吧？然后在它左上角，大致的一个形态画出来了。接下来我们要给它把里边的结构和细节稍微的刻画刻画。这岩石的上方是吧？根据胶叠或者墨块把顶部呢给它是吧？用重墨衔接下去。好，旁边也是一样，该重的地方给它重下去。在这个岩石的光秃秃的这个表面，对吧？我们自己去给它叠加一些，比如说它的这种叠加的宽窄的岩石的造型，让它看起来相对的丰富，同时兼顾一定的墨色的衔接和过渡的关系，让这个画儿它看起来厚重一点点。啊，在前后交叠的地方可以稍微的重下去一点。好嘞，其他都没事儿，就是偶尔有点嗓子痒，其他都还好。好，所以各位小伙伴也注意安全，注意健康。然后再来，我们把左边的这块岩石稍微的给它皴擦出来，是吧？其实同样要兼顾勾勒一些，比如说前后这种交叠的，是吧？结构线，交叠的结构线，然后稍微的给它丰富起来。稍微的给它丰富起来。把前后这两大层的岩石是吧，要用重墨给它区隔开，区隔开。这个笔，我现在用的这支笔就是狼毫小号，目前没有放单独的链接，你可以使用我们的套装笔里边的那个蓝竹是吧？它也是狼毫，可以用里边的小号。回过头来，我们可以单独的给大家上一个这个毛笔的链接，
那方便大家去选购。好，因为不管是狼毫还是羊毫，基本上大家都会用到，都会用到。是要在它两者或者三块岩石交叠的地方，我们要给它稍微的加的重一点儿。好，然后我们再往左边走，对吧？左侧的边缘要给它过渡开，是吧？给它过渡开。好，区分区分。然后再来点重墨，稍微来点重墨啊。如果说区隔的地方，我们啊区分的不是太开的话，刚刚还可以用墨色重墨去给它复勾一下，复勾一下一些突出的轮廓线。好，然后再从底部是吧？底部走，底部走一走。是吧？把这大的一种体块墨色的区分，是吧？就带出来了，就带出来了。然后在它的前方，在前方用相对淡一点的墨啊，相对淡一点的墨，把这个侧面是吧，也是给它稍微的皴擦带一带，结构和交叠的地方是吧？我们稍微的区分一下，但不能让这块岩石看起来全是留白的，对吧？它不可能完全是留白的，而是我们需要用不同层次的墨色去给它丰富起来，对不对？尤其是左右边角。这个画面整个画面近景或者画面底部的墨色，它整个都画的偏浓重，偏浓重，对吧？好，只有偏中间再往后走啊，它要更轻旷，更加的淡雅一些。好，再来点点淡墨，把我们底部的浅滩也可以给它勾勒出来。好，纸张的底部。好，底部左下是吧？右上。好，在它的浅滩左侧边缘，是吧？左侧边缘，把这个浅滩的感觉是吧，给它微微的带出来，着落在地面上面。这些勾勒出来的轮廓，最后我们都要加上颜色的，对吧？所以你要把这个形儿给它掌握住。底部我们要来点儿投影。把底部的投影给它带出来，是吧？当然不一定要完完全全接到纸张的底部去啊，它是留出了一点透气感。啊，再从这个边缘是吧？边缘它是要相对的平整，是吧？相对的平整，就是你加的这个投影的感觉。好，越往后面走，它可以相对的淡一些。现在这样画呢，它有点像雪景。
但是为了区分开它的这个浅滩和投影的关系，所以我们都需要给它把这个树这个投影加出来，同时也可以用弹幕把我们那个树的树缝隙的位置呢，适当的再给它点燃，是吧？丰富起来，丰富起来。好，大周末的大家都起床了吗？好，如果没有画，在躺着的是吧？咱们可以动动手，动动小手指头来点点赞啊，点点赞。好嘞，咱们把这个岩石这块的刻画是吧，就先带到这儿，来干一干，我们再来加胎点，再来加胎点。现在还能赶上吗？可以局部的画一些，局部的画一些。其实这些也没有画特别多的内容。等它干一干，上面我们再去加那些树枝等等，是吧？树枝还有很多。这块儿跟的如何了？如果大体跟上的，来敲个数字5，我们看一下大家的进度。点赞点赞是吧？能跟着画的可以拿着工具材料呢，一起来画一画。好嘞，好嘞。好，我们再从右侧去画的时候，画的那个他画的这个浅滩或者说斜坡是吧？山坡，它都比较相对来说要更加的有更多的细节了，是吧？有更多的细节。左边这一块呢，它其实细节相对来说不是特别的多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根据案例呀，大约在整个纸张右侧是吧，竖着中线靠纸张的边缘的一半，这是我们画到的这一组岩石在中心线大体最靠左的位置，是吧？大体确定出来，然后底部大约画在哪儿？底部它大约画在整个横着中心线到纸张底部，是吧？一半再靠下一点，靠下一点。哦，这个还得多靠一点，因为它右边边缘还有这么大一组的岩石，对吧？至少保证它和前方的岩石有个3指左右，3到4个手指左右的间隔就够了，就够了。好，反正你最左边你就确定到这儿就行了啊，就确定到这儿就行了。最高的点我们大致确定到哪儿？最高的咱们大致确定到整个画面纸张顶部往下数，是吧？大约4个手指，4个手指左右，大致就确定到这儿。这上面还有一些小数等等，咱们先不管啊，先不管。好，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来画了哈，其实是3组有3大块的岩石吧。底部它有块小的，它位于横着中心线以下，大约2到3个手指的高度，对不对？好，然后离纸张左边就是我们刚刚确定的这个中心点，宽的话还有大约2指左右。它是一个梯形的造型，是吧？我们说这个漓江的山石啊，在白雪石的笔下，基本上造型的特点就是一个梯形的形态。我们可以先把最前方这块小的石头给它勾勒出来。好，从左上是吧，到右下，然后再从右侧的边缘，大致的就把这块石头是吧给勾勒出来了。
好，梯形的造型是吧？上方窄一点儿，下方呢宽一些，中间呢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不太规则的这种交叠的结构关系。交叠的关系丰富起来，一层叠加一层的。找这个结构的时候啊，如果比较繁琐，你就适当的取舍和概括一点是吧？它其实并不需要你画特别繁杂，因为画特别多，如果效果出不来呢，它也不太好。就画一点这种小结构，区分开它的左右这种关系，是吧？好，然后再往上面去刻画的话，就是可以的，就是可以的。好，底部。村过的地方就不要让它有太明显的留白啊，太明显的留白就不太好。啊，你可以把你要突出的一些结构线复勾一下，复勾一下，墨色对比不要太过于跳跃，隐约下去，是吧？隐约下去。好，当然它底部是吧？同样也要加上一些浅滩等等。这块岩石的底部，它也不是一块完完全全在一条直线上，也会参差错落开一些，会微微的错落开一点。从上是吧？哎，从左往右，我们可以把这个浅滩的，它不着落在这个地面上面吗？是的，用咱们的生宣纸啊。好，再往后方走。好，底部的后方的石头没画，记住哦，这个画的浅滩它是比较平的哈，其实至少是比较能够平稳的着落在这个纸张上方或在画面上。来推远一点看看大体的一个效果。接下来在它的后方，我们要再加两处比较突出的山峰，是吧？突出的山峰了。是的，是生宣纸，生宣纸啊。在这块儿，大家跟着如何？跟着如何？稍微的，我们调和一点重一点的墨色。来，大约位于整个画面横着的中心线，是吧？靠上，是吧？接近一个颜料管，接近一个颜料管吧，中心线以上，一个颜料管左右的间距吧。再高两指，高两指。好，就确定好了。我们最左边的那个最右边的这组岩石的左边边缘的最高点。就是我们不是落了一排字儿是吧？这个落款下方的厚重的墨色这一块儿，好，我们从上往下的去给它交叠勾勒。
啊，在它左侧。稍微的去交叠一下，交叠几层，不能画的太宽了哈，太宽了一会儿这个画面的空间就不够辽阔了。好，如果感冒生病的小伙伴是吧，就先看一看啊，劳逸结合，确实跟课呢有的时候确实不太容易，是吧？好好休息，尤其是周末了，对吧？然后在底部，同样要给它区隔开一些石块的造型。要把前后啊，给它很明显的用墨色拉开它们的层次。好，欢迎咱们亲学生的到来啊！好嘞，点了1000赞了是吧？哎呀，辛苦辛苦辛苦！来，我们呢再从它的右侧的边缘，再往右侧走的话，我们要给它交叠一些小的结构了，小的结构关系了。好，在它左边的边缘，用比较厚重的墨块给它们衔接，或者说去加重这个局部的边缘，局部的边缘。然后山顶部分，它是不是也有一些相对重的地方？然后再往后方走，再往山顶的上方啊，它可以参差的错落一点小的山峰，不太规则，对吧？但是把这个岩石的这种丰富的造型呢，是给它区分出来了。把点赞设置成一键就好了，是吧？好嘞，然后咱们再把右边的这一块右边形态相对给它勾勒的完整一些。并没有到达质量的边缘哈，因为在它的后方，我们其实还有一块岩石的造型，它看似在前方，也看似在后方，但是呢，我们要给它把基本的形儿给它画出来，不管它们在前在后，是吧？好，底部它该种下去的，就让它再用淡墨给它衔接下去。现在是不是鼻音比较重？好，喝口水。来，我们再来把右侧的这块岩石给它勾勒出来，是吧？我们刚刚已经确定好了大致它的最高的点，然后再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对吧？稍微的给它勾勒出来。然后在它底部是吧？比如说我们再交叠一些小的结构线，然后该种下去的，好墨块了再种一种。
在它的后方，说给它夹下来。喝点橙汁儿，喝点凉白开就可以了。好，我们再从它的这个底部是吧，胶底的结构的位置上，再来给它添加一些横向的结构，然后让它看起来要更丰富、厚重一点儿。好，就在这两组岩石的右侧部分，是吧？它都是偏浓重的，所以我们要用比较概括的墨色去给它衔接起来，衔接起来就可以。纸张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卡纸，这卡纸呢第3号链接，好，大家可以看得到了啊。好，已经跳到咱们的屏幕上方，在右下角，这个卡纸它是加厚的卡，加厚的宣卡，所以在用起来啊，它的这个沉默的效果，纸张也不容易这个皱吧，也不容易弯曲，是吧？也不容易这样窝起来。是吧？你的这个对这个纸张属性不太熟悉也好，对吧？你都可以更自由的，是吧？去表现，不用担心说把它给画坏了，是吧？这个纸一会儿窝起来了，因为这个卡纸呢，它足够厚，因为我用的也是这个卡纸。好，比如说右下角该重的，对吧？我们都会用比较平整的墨色给它衔接下去了，好嘞，我给它穿插出来。来退远，我们看一下整体的一个颜色的造型和画面的位置大小，是吧？我们刻画的这些细节，是吧？前方的这些造型啊、细节啊，基本上就到这里，基本上都到这里。然后无非需要去添加的就是一些，比如说苔点，或者我们再来点这种点景的小树和船只，对吧？然后加点这个倒影，那就够了。并不需要去给它画的特别的繁杂，虽然你们看起来这个画上面哈很多浓墨重彩的，我们呢擦呀染啊很多的笔触，那么在交叠或者偏底部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给它穿插的墨色再厚重一些，所以穿插的墨色可以再厚重一点点。好，我已经和过水了。但这个画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比如说底部的浅滩，对吧？它和我们这个岩石交叠的这个地方啊，你看这一块抬头看一看啊，它上面呢有很多茂密的这种笔点，好，我们呢可以稍微的带上一些啊。你虽然这块可能我们还没有上颜色。就是要没有上颜色之前，用这种苔点是吧？把这个岩石的底部和我们的这个浅滩的面积呢带一带，它看起来更加的丰茂。好，跟不了课呢就听，能跟的话咱们就尽量跟一跟，好吧？周末呢能休息方便的，哎，都可以来尝试画一画啊，尝试画一画。但最近我相信可能确实有些小伙伴呢不太方便。这也可以理解，很正常，是吧？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好，当然可以把它边缘的这个轮廓勾勒的完整一点。都躺平了是吧？好，都怕大家太累了，就想给大家放个假，轻松轻松休息休息。好，我们拿一个勾线笔或者小红毛，把纸张的右下角，它不是有点紧的小船吗？我们来给它带出来啊，用比较精细的线条。这个小船画出来之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加这个投影，才能更好的去加这个投影关系。水墨饱满一点，来，我们推进一点镜头。好，从它的右下角，是大致把这个小船的形态加出来了。然后它上方它会有一些，先把这个小船的双钩的这个船身是吧，先勾出来。就是船它有一个厚度，然后呢它是有个高度的，对吧？上方像一个竹筏一样在这个上面。好，在它的边角，这个小船的特点就是一层叠加一层。这块我就用这个小红毛来勾吧，锋太长呢，勾起来勾长线是方便的，画这个小短线它就不太趁手，是吧？好，我们就用小的小红毛，它边角是不太规则的，层次错落开的这种小的形态，然后在它的顶部会有点小的装饰的纹样，这就是小船的这个船的身子，是吧？船的身子。然后在它的右侧的边缘，这块看不清楚太多的小细节，是吧？大概有个船在这儿，然后上方有个点睛的人儿，这个人就纯粹是一个火柴人了，是吧？好，上面一个圆圈，是吧？大概是斗笠的感觉，斗笠中间呢稍微的再加一点小圆圈。好，一笔下来，然后在它左边是吧？正在撑着船桨的手，然后呢，再一个腿儿是吧？站在这个竹筏上方。好，这个竹篙或者说船桨等等，给它带出一点点来，对吧？这就是咱们最简括的这种点景人物的表现方法了，没有太多的细节，是吧？这是高度的概括了它的一些造型的特点。好，来，我们来一点这个重墨，把这个小船下方是吧？把咱们小船下方的投影给它带出来。好，再从上往下。好，加到这里，这块相对重一点啊。等它干一些之后，我们再统一的来给它染一些投影在上面，统一的再来叠加。好，这是这块的小细节，大家加的如何了？好，在这个树的上方啊，这些岩石的上方，它还有很多的小树，其实你可以高矮的、错落的，
是吧？用浓重的墨色去叠加叶片与叶片之间，是吧？我们说这种笔触，它上下左右，它可以有一定的连叠，好，让这个画看起来更加的丰富一点，不能让它显得细碎啊。好，这么快是吧？一个礼拜了，已经一个礼拜了。好，再从左侧走，它的边角，微微的加上一点小的树的枝干。好，底部这也是一样。好，大致的带到这儿就可以。左边可以稍微的焦点一点。这是左边右侧这块岩石上面的小树哈，它顶部呢，它顶部上面其实也有很多的，非常的茂密的小树，其实就是通过你这种笔点给它带出来。好，然后我们稍微的把这个树干是吧，给它带下来了。我以为我已经好了，我早以为它好了。边缘的地方是吧，微微的加点就行，不需要刻画的特别多的小细节，包括在它这一侧的边缘，我们有一点儿这种像杉树也好，是吧？树梢尖一点儿，然后呢，在它的底部再宽一些，对不对？来推远，推远。好了，这是我们在处理的这一块的小细节。好，这是我们山顶这部分哈，包括上面还会加上那些胎点，还会加上一些胎点，然后回过头来就可以让这个画面看起来更加的丰富，对不对？等它干一点，我们再去叠加都行。然后左边不还有一些小树吗？还包括浅滩、远山，我们呢可以开始从右侧的，我们就先放一放哈，右侧岩石上方的内容我们先放一放，然后开始来画画这个浅滩上面的一些苔点、树木，还有左侧的树木，包括我们还要加上投影。当时我也是，我觉得我一两天就好了呢，当时不是是吧？高烧完，然后呢酸痛完了，我以为就好了，就没想到后来是吧？它还会有些其他的，来再从上往下稍微的来一点小树枝，那看起来丰茂一点点。好，然后
后再往右侧走。这个出汁你就可以灵活一点点了啊，或者它的一个着墨的颜色的效果。好，稍微的来点上一些点，茂密的太点，来点淡淡的墨色，再加一个三角，稍微的加个三角就够了。左边它不又有一个小船吗？好，我们又来把这个小船给它勾勒出来，看起来它有一点细节，有点细节。好，这个小船大约画在跟我们这个浅滩对过来的面积差不多，是吧？差不多的一个位置上，左右在横着在一条直线上面嘛。好，我也是边画边等大家，然后慢慢悠悠的画，所以呢，咱们也不累，大家伙方便呢，也可以跟着画。如果累呢，是吧？就好好休息。然后我们在它旁边推进点啊，推进点。大约就在这前方这个芥子点的树梢部分嘛，树梢部分。好，再来啊，好，把这个小船的造型大致呢给它带出来了，带出来之后是吧？双钩出来。好嘞，给它勾勒勾勒。把这个上方的长线条勾勒完了之后，还是要用小红毛短线来勾勒它的一些柱子啊之类的造型，所以给它确定出来。然后它这个小船儿是有一定的宽度的，对不对？给它带出来。还有一个点，我们需要用淡墨，把咱们侧面用淡墨是吧？把侧面给它加重。好，侧面加重，但是这个船沿儿是要留白的啊，船的这个边缘，然后在它底部的投影是吧？我们不管后面是怎么去加这个投影，这个小船它本身具有的投影呢，我们需要给它先加出来。好，在这个江面上方，在这个底部，其实它是有个小的竹筏，对吧？小竹筏，小的竹筏，然后上面呢可能有点鸬鹚，对吧？好，这个鸬鹚是一笔长一笔短，大致确定出来就可以了。好，水面上的投影，好，给它角度要偏一致。
它这个船的顶部是不是也有一点点，比如说装饰的线条，对吧？好，当然还有这种点睛的小的火柴人儿，是吧？一个脑袋点一个点儿，然后呢，在它身子上面，小腿儿啊，这样好，略开点儿，然后再来一笔这个像船桨一样的竹篙一样的线条，带一笔出来。好，这个画儿它是不是就丰富起来了？好，这个竹篙还可以上下连接起来。好，等你有心情了再画都是可以的，画画嘛，不要再太难为自己。好，想画你就画，不太方便那你就等一等，对不对？啊，好嘞，这是咱们基本上的小的细节嘛，画面底部的小的细节，大家画的如何了？来，我们退远看看整体，看看整体。如果这块大体啊跟上的，来敲个666，鼓励一下自己吧。漓江的山势和倒影都很有特色。对，我们说过，他的画作呢有很强的这种装饰的作用，就是白雪石先生嘛，他为国内外的很多大的礼堂是吧，创作了非常多的作品，非常多的作品，可以去感受感受。好，然后我们用浓重的这种墨点点在岩石偏顶部，是吧？偏顶部，偏转折，是吧？跳跃一点的墨色，墨色呢去叠加，去丰富。好嘞，然后我们再画这块画完之后，再去画后方的内容啊，它会更加的后面的都要简单一点了，对不对？它没有前方这么多的细节。好，后面的画完，我们就可以开始着色。好，再往底部走一走，交叠的位置上。欢迎新加入咱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哈，没有点关注呢，可以点关注，以后直播呢可以自动的提醒大家。如果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进入到粉丝群，在咱们的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好吧？好嘞，接下来咱们在它的这个左边微微的加点树枝，这个树枝呢不一定要加的像它原作那么多，是吧？可以适当的来一些就可以了。适当的来一些，让这个画儿看起来它有一些树木的姿态，就够。好，然后再往上边叠加一点儿。用的没有边框的卡纸是几号链接？在3号链接，刚刚给大家说到了，尺寸是65×45的尺寸，然后我裁剪的。它里边呢有很多类型的卡纸，有这个有可能有这种，比如说衬边的，是吧？衬托一个边儿，然后也有这种我们说没有衬边的，是吧？当然尺寸呢，我们都是选择的这个偏大号的啊。这个是加厚的卡纸，会比较方便大家伙儿去控水，包括画面的呈现，它也不至于特别容易就
纸张窝起来是吧？皱巴是比较合适的。好，这是我们家的这一侧的小树枝，然后左上山峰这块啊，可以稍微加的繁茂一点点，稍微的繁茂一点。九寨沟怎么说起来了？大周末的都想出去走一走是吧？好，来再往右下角勾勒勾勒，确实美丽的风景呢，是挺治愈人的。去这儿做点有氧的呼吸运，去天然的氧吧，可能心情是吧，身板立马就好了。但这个时节一定要注意保暖。好，在这山顶上方哈，或岩石交界的地方，同样我们再给它来点苔点，浓重的墨点点在岩石偏顶部或者偏转折的地方，可以微微的来点儿。底部这块也是一样，是吧？喜欢用卡纸自带装裱效果。当然，如果我们画那种纯水墨的，或者说笔墨趣味啊更强的作品的时候，还是需要用这个宣纸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只不过我们在课中在示范的时候，在直播示范的时候，为了让这个纸张是吧看起来平整，呈现效果呀舒服一点，所以我们更多会选用这个卡纸。平躺在家里边是吧？就是需要你休息休息，你只要休息好了，其他都没事了。来，我们稍微的来点重墨，跳跃的墨点在它底部是吧？浅滩最上方，所以也可以像右侧一样来上一些细密的笔点。好，这张画的细节是不是有点繁多？画累了没有？画累了没有？画累了歇息歇息啊。是的，咱们课程的回放到了1号链接里边，不仅仅是只有1节课至少120节完整案例的直播，同时是永久的观看权限，不受时间、不受地点的影响，是吧？哪里不会，你点哪里就可以了。等你什么时候方便，或者什么时候想看了都可以的，不用担心说错过了喜欢的案例，或者说时间不太方便，或者经常容易来晚这个呢都不影响了。好，接下来咱们呢再往这个画面的上方走，走之前我们可以先把它的这个浅滩是吧，大致给它勾勒出来，用淡一点的墨色把咱的浅滩给它勾勒大致的勾勒出来。好，浅滩长短参差，对吧？参差错落开，它都在哪儿？都在咱们画面横着的中心线以下，记住了哈，不要画的太靠上了，这个画就显得上面这个山石不够巍峨，太过于靠下呢，这个空间可能又不够辽阔，是吧？大致就在中心线以下2到3指的位置，你可以去给它勾勒出远山底部的浅滩。好，勾勒的时候墨色不要特别的重，是吧？不要特别的重，能适当的区分开就够了。好，适当的能区分开就够了。
点的手都累了是吧？休息休息。然后在它的后方，大致就把这个浅滩加到这儿。一会儿自己在画的时候，就心里更有谱、更有底了嘛，就不至于画的太过于散乱，或者说位置的差别太大。接下来我们要画远处的这个山峰了啊，远处的这个山峰它比较平整，是吧？右侧一般是两侧的，是吧？或者交叠的地方比较重，中间的墨色呢，它就要淡一点点，淡一点点。我们在勾勒山顶的地方的时候，墨色可以相对的跳跃一些，来推进点啊，推进点。好，最宽的地方大约画在哪儿？画在我们整个竖着中心线靠右一直左右，对不对？大约我们确定一个位置哈。然后再一个就是它最高的点呢，大约从上往下，我们画2指到3指这么一个位置哈。然后离纸张左边最近的地方，我们也要留出一个颜料管的一个间隔来，是吧？大体的形态，我们要给大家做到心中有数，好，这是我们确定的它的最高、最左以及最低的点，我们都确定了，然后相互参考的来画就行。好嘞，然后我们大约从它竖着的这根线，然后再从它后方交叠出来，这是我们勾勒的左侧山峰这两大块岩石之间的间隔的结构线，然后再往它的后方。底部呢，它边缘呢比较波折，对吧？啊，不一定特别的平整，这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在处理的时候就要稍加留意。好，然后在衔接咱们下方浅滩的时候，注意一定是虚接，中间呢也要有留出一定的白面积的白在里边。墨色你可以在这块勾勒的墨色可以相对的浓重一点点，因为我们这块要勾勒的和皴擦的墨色都比较统筹在一个重墨的墨块当中，对吧？好，再从这个地方，比如说前后交叠，好，稍微的区分的擦一下。好，再从上往下。在右侧它俩交叠的这块岩石的缝隙的位置啊，是吧？重墨它是相对来说比较多的，在找结构的同时，是吧？我们兼顾的去皴擦，让它变得更加的厚重。好，比如说在这块儿，是吧？保持它们一定的区分，
不能让皴擦的墨色看起来那么的琐碎，是吧？那么的琐碎，然后让这个该厚重、该强调、对比清晰的地方，所以要让它重下去。好，在边角，我们呢可以交叠一些小的体块，小的体块关系，来丰富。好，顶部也是一样。要这么去画是吧？自己画线太快了。好，这是右侧最浓重的这一块儿，然后左边在勾勒的时候，墨色它就要浅淡很多。好，我们就把墨色调和的更淡一些，然后再从它的左边儿，是吧？从上往下，给它勾勒一些小的形态结构，或者说它们之间勾着的岩石的小的体块儿。然后再从它左边来，左边走的时候也是哈，要注意到它的体块的结构的交叠的关系。这块勾勒的墨色都比较淡，山峰它都不是一样高的哈，都不是一样高，它都会有一定的倾斜或角度的不同。当然，我们可能在勾勒的时候，相对来说比较概括啊，处理的一些细节，好像戴帽子的头像是吧？啊，观察的挺接近于生活当中的一些物象的啊。好，然后呢，我们再从上往下，微微的再给它加一点儿不同的这个体块，小的体块。好，再从上是吧？我们给它微微的加上一些小的，因为在大的体块关系区分开了之后，就需要往中间去叠加小的，对不对？小的体块的交叠嘛。你塑造的时候，你只有结构关系足够清晰，你才去塑造的时候，才更加的知道怎么去着手，是吧？越是繁密的线条，越是繁杂的线条，你就要注意到他们把控好整体的这种关系，是吧？谁在前，谁在后，然后再一个就是哪儿深一点哪儿浅一点点。好，在左侧，好，它有个斜坡嘛，是吧？有个斜坡，然后山顶上方有一些小树，这个我们还没有去给它处理啊。用淡墨把咱们这个大的体块是吧，给它带出来，需要它平整一点。那这块其实还可以用一个大一点的笔触，都可以。好，稍微的带一点就行。然后再往下方走的时候，这就是一块比较虚的墨色。然后在虚的墨色中间，是吧？虚的墨色中间呢，我们可以带出一点点
前后交叠的结构线，对不对？啊，交叠的一些形态，然后再往下方走，看的不太清晰，但是若有若无的，是似有似无的带出一点儿。要去把这种左右的结构线找的不能太过于平均，是吧？它是要有宽窄、粗细、浓淡这种变化在里边的，是吧？OK，然后在下边来。好，我们再从上方，在左右交叠的地方，是吧？把大的这种体块关系区分出来，要找到比较相对清晰的这种结构线，让这个画看起来更加的丰富，或者说体块关系更加扎实一些。你比如说这个山顶部分，我们让它用这种淡墨衔接起来的体块，它不太清晰的话，就也不能让它太过琐碎。但是墨色它要在一个偏淡的整个的大的体块当中，是不是？抖音的这个功能呢，这还真是挺好。居然出了一个多喝热水的一个这个礼物啊！谢谢谢谢谢谢我们暖心的小伙伴。好，其他的都还好啊，然后再来。好，大的这种结构线画的太多了，是吧？我们要强调它的主次和详略的不同，它肯定都不会都是一样的，对吧？好，如果都一样的，这个画这就看起来平均了，是不是？好，统筹到大的一个体块当中，然后呢，再适当的去强调突出的一些结构线，所以这个时候就既有了整体的关系，又有了它的主次关系，统筹到大的一个体块当中，适当的去强调，是吧？强调什么？一个是加重它对比，或者说添加点小的细节嘛，让这个画的层次啊，或者说细节啊，会更加的方便一些。不能让它显得散乱。很好玩是吧？好，这个后边的我们处理的这块岩石是吧？这块的墨色是不是看起来还是比较舒服的哈？比较浅淡，而且它又非常的细密的有一些结构，它既不显得散乱，也显得呢不那么跳跃。那既是远景，又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重要的结构啊，大致的加到这儿就可以了。好，来淡墨依然是统筹下去。好，推远推远。好，大体的一个体块。什么是体块？就是不同的
谁在前谁在后的这种岩石的组合关系。好，在顶部这里来点淡墨，是吧？把右边需要重的墨色就让它重下去了。好，有的小伙伴可能说，那我们今天画这个岩石顶部都偏平了，是吧？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画树，画了树就好了。好，我们可以高矮的来点小树，是吧？当然不一定要把这个树画特别重哈，有一些就行。好，左边的这一处啊，它树的叶片要多一点，本来的岩石也比较偏宽嘛。好，然后我们再来适当的去交叠，叠加一些小的叶片。啊，这一组一组的小树叠加出来了，不要完完全全的顶到整个画面的最上方，不要完全顶到这个纸张的边缘去了啊！啊，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能够理解。你要是完全顶到这个纸张顶部去，那这些画儿那就显得太过于拥挤，有点拥挤了。好，左边的边缘，微微的。好，给它把这个轮廓形儿是吧，给它带出来。左边的它的造型呢，非常的概括，而且本来也没有太多的墨色，是吧？没有太多的这个造型的细节，要有详有略嘛，对吧？有详细有简略的地方，那处理起来画面更有节奏，对不对？好，如果画的太过于平均，也不太合适。这块大家跟的如何了？有跟上吗？这块如果跟上的，这一大组岩石哈，如果有跟上的，来敲个数字5，看一下大家的进度。然后再在山顶的上方，我们需要加一个远处的这个山峰，看不太清，但有个大概的一个轮廓。好，重墨。好的，好的。然后重墨，我们在这个间隔的石块底部是吧？好，压下去，来一点儿。然后旁边用的墨色我们就更淡了，吸水分。再来点小的淡墨，把这个山峰是吧晕染出来。再来更淡的墨色，是吧？哦，这空蒙的远山的造型，
你们知道，在这个广西一带有一个地方叫10万大山，你们看到那种造型，你就会联想到我们绘画的这种画面。我前段时间在视频上看到，啊，真的跟我们这个绘画里边的这种岩石概括的形态啊，非常的相似，非常的相似。好，近处的浓一点，远处的呢更加的浅淡一些啊，更浅淡一点。我这是生宣，这是生宣，因为它可能贴到纸张上了，看起来像半生熟，其实它是很生的，很生的。在广西，那个山峰特别可爱，圆溜溜的，是吧？一块一块的。好，然后我们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点侧锋，把左边的这簇岩石稍微的区分一下前后就够了，不需要去刻画太多内容。和四川版本的刚好相反吧？那我也不知道跟四川哪儿比啊，是吧？其实四川的很多很多地方的这个山岩树石的造型呢，都有各自的特点。好，然后我们再来画这个山包，是吧？这个旁边有一个小的山峰，这个小的山峰是吧？我们要给它带出来。画儿当中，我们说要有整有散，要有整阔的地方，也要有比较这种偏细小或者细微一点的造型，也是偏尖耸一点，然后下边偏宽一些的造型。那个着落在地面，其实离我们的浅滩都会有至少1到2指的一个间隔哈，1到2指。青春峨眉对吧？啊，一个是天下秀，一个是天下优。这种以云彩或者说这种大体的空蒙的气象作为一种突出的特征，当然也有这种雪山，是吧？当然还有像川西的那边高原的一些好，好山顶呢浓重一些哈，下面呢浅淡，稍微的皴擦的，这勾勒一点它的交叠的结构线，交叠的结构线。好，接下来我们可以拿一只我们的蓝竹小号，对吧？刚刚我用的呢是狼毫，这只依然是狼毫，你可以用这只小号的蓝竹。其实你发现没有，这个远山它的底部都用淡墨染过一层，都是擦染过一层。好，用淡墨啊，在它的底部给它擦染的更加的平整。当然，我们擦染完了之后，也不要着急去着色，为啥？因为这个没有干，颜色容易弄脏，对不对？好，大体用淡墨把这些石块之前用淡墨去擦，区分开了，对不对？现在需要用淡墨统筹，不至于让它看起来那么散乱，或者显得细碎。然后是吧？都用淡墨把底部
给它擦染出来。顶部其实它也染过，我们就先不染顶部了，因为我们顶部染了一会儿它完全干不了，我们就没法再继续往下去画了。好，稍微退远。长江三峡是吧？风急天高，陆元绍，李雄才，对吧？他们呢都画过很多的这种这个三峡的一些风景。好，远山是吧？远山我们也用这种颜色，再来点空蒙的啊。你也可以选择用颜色，也可以选择用颜色。我们呢我们先把先把什么这块干得了吗？把房屋点景的小房屋和小树给它点出来啊，点出来，一会儿就可以开始去着色了。这张画我们已经完成了80%了哈，完成80%，加一点小细节，然后来染色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的小伙伴们稍微有点耐心哈，今天我们在大家干午饭之前，好就可以把它搞定啊，就可以搞定。好，然后在旁边啊，在旁边我们来加个小房子，大概在这个位置。加这个房子，大家都知道，我们说建筑的基本特点是什么？那就是对称嘛，左右对称，上下对称，是吧？对称平行是一般建筑的基本特点，所以在画的时候，其实就用几根简阔的小线条，简阔的小线条，是吧？去画出这种房屋的造型就可以了。然后在它的后方，再加一层房屋的屋顶。好，我们把这个小房屋是吧给它带出来，然后上面会有一些树。这个树呢，其实画的相当的简略，是吧？有那么一个棍儿，是吧？有那么一根树根儿、树干儿、树干，是吧？然后我们在上面呢点上了一点，点了点，然后在右侧，是吧？当然兼顾一定的疏密的关系哦，右侧反冒一点，高矮错落，高矮错落。好，用淡墨的方式。淡墨把咱这个房屋屋顶好给它点，这个不是房屋屋顶了，树的树梢、树冠是吧？给它点出来，再给它点出来就够了。好，再从上往下，从上往下。好，这是它的投影，是吧？投影，这个树画的你不形象，画的不形象都没有关系，也不影响，是吧？都不影响。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加一些投影，是吧？加一些投影，让这个画看起来完整一些。这节课咱们才刚开始上，上完了之后下午就可以上传回放，大约2、3点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回放了。回放每一次的回放就应该是拉到了差不多最后方，拉到最后方，因为先更新的在前面嘛。目前应该已经有了40节了，对吧？有40节左右了。好，然后我们再从上用淡墨
把这个水面浅滩哎给它带出来。好，用淡墨。好，画面是不是开始完整统一起来了？刚刚画的，哎呀，塑造了半天，还看起来比较细碎，对不对？好，现在呢，它有了这个淡墨统筹，画儿它就看起来越来越丰富整体了，对吧？好，然后我们再往它右侧，大概根据它这个山石是吧，衔接下来的这个造型，咱呢去给它染。好，用淡墨哈，记住哈，很透很透，很淡很淡的墨色。然后重了这个画儿就显得不够轻旷啊，比较轻旷。咱这个课程上百节啊，同时赠送大家基础技法，而且是永久观看的。我想这个性价比是相当高的了哈。平均下来一节课1块钱了，就1块钱1块多钱了。购买之后永远都属于你了，你自己什么时候想方便的时候就这么看就可以了，对不对？啊，你搁平常你坐个公交车你还不止还都不止这个费用，是不是？啊，而且这个还让你足不出户，在家里边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想学就学，想画就画。好，再往右侧走，然后我们再往右边大的效果是不是出现了？大效果出来了吧？然后再就是我们比如说山峰是吧？这侧的小山峰，它底部比较宽，那我们衔接的时候底部就宽一点，然后上面它就要微微的可以窄一些。说实在，一节课的话，估计对于很多小伙伴起不到真正的学习的作用。学习或者绘画的话，它需要一定的强度，或者说练习的深度，你才可能画得好。然后再从右侧的边缘，何况我们现在在年前哈，我们说了，之前给大家说过，我们赠送基础的技法教程，对吧？因为我们在这个前面大部分都是熟悉的小伙伴们，我们送基础技法教程和历代名家临摹，我们临摹课还没有开始，基础技法教程争取在年前，咱们把它给更新完，给更新完。所以现在咱们还给大家赠送了基础的技法课，让大家能够从零基础，甚至于更系统的课程当中去了解学习我们中国画。不仅仅是像现在我们画一个案例，对吧？好，你可以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的去系统的循序渐进的去了解去学习，好吧？好，然后我们在这个底部这块浅滩底部微微的带上一些，根据它的山石的造型、山峰的造型，我们把它的这个投影是吧边缘，我们给它带出来。
好，底部不要完全给它擦染上去了，留一点点白，留一点白，可能是为了让上下呼应吧，啊，上下呼应点。好，底部稍微的擦一擦，稍微的擦一擦。好，大体的一种视觉特点是不是就体现出来了？好，远山我们也依然用这样淡墨吧，既然就用这个淡墨，我们就今天表现的简单点儿，就不用颜色去一点点的去给它染了。好，用淡墨去体现一种空蒙的远山，是吧？山底呢可以实一些，底部虚一点儿。好，空蒙一点，然后再从山顶，再从山顶，再来加一加。好，远处的是吧？山峰，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面的情况，微微的带一点儿就行。对，这个就在回放在雪浪里边看，目前是这个样子的，以后可能平台会让大家在抖音上应该也可以看啊。之前呢，他们有在说，好，当然这个不管在哪儿看，你只要能看，是吧，都挺方便的。而且我们说了，是吧，永久的看课的权限啊，不是1年，也不是2年，也不是或者说几个月，而是永久的观看的权限。好，稍微的来点点淡墨，把咱们的底部给它皴擦一下。好嘞，大家伙画的如何了？大家画的如何了？好，我们画这种画是吧，就是比较符合我们大家初学，或者说刚刚开始了解，或者说对我们国画啊作为一种兴趣的爱好，是吧，来了解的内容题材。我们可以带大家画更高古的内容，也可以更是吧更传统，或者说更符合我们这种传统古雅的审美的绘画。但是对于我们初学很多小伙伴来讲，不一定能接受，对不对？嗯，思雪说是不是博云？是的，是的啊，看来又是一位素未谋面的老朋友了啊。好，来，我们拿出这个常用的颜色来，是不是？赭石色是不是要用到？还有石绿，你还是要用一点点哈，用的可能石绿不多，石青会用到的多一点点啊，石青、花青，对不对？好，其他的这个朱砂什么颜色就不用了，咱们用的是玛丽的24色，是吧？春江万物啊，在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小黄车里边也有。然后常用的颜色呢都被我掏出来了，是吧？啊，掏出来了，自己呢，你平常用的时候我就放到旁边的啊，放旁边就可以了。好嘞，然后咱们就把基本的常用的颜色放到旁边。好，这是矿物质的一种颜色哈，它是比较膏体，我们之前说过很多次了，膏体呢很细腻，成色的效果很通透，并且它的杂质非常的少啊，着色的效果也会非常的明快
那你在使用的颜色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去加胶啊或者其他的，直接加水就可以直接着色使用了。好，用白云笔，换一支干净的笔啊，白云笔。好，我们一点点的水溶咱们的这种赭石色，水溶赭石。好，来一点点淡淡的赭石色，把咱们的这个小船儿微微的给它染出来，是吧？好，当然水分你要把控一下，你可以让这个颜色相对的厚重一些，颜色相对的厚重一点点，把咱的这个小船儿是吧，给它加出来。好，加出来之后是吧？把这个房屋边缘的这种轮廓线，你都可以用赭石色复勾一下，啊，简单的复勾一下。像左边山顶呢，左右山顶的地方都用淡淡的赭石，是吧？从上往下扫下来。好，你可以让这个颜色跳跃一点点都可以哈。你要是让它淡一点的话，不想让这个赭石色太跳跃，你就多加点水。好，没有画完的小伙伴，你就别着急，慢慢来，好不好？好，然后在右侧是吧，微微的叠加，然后在咱们上方顶部再来点点淡淡的赭石色，把山顶部分对吧，上下都用这种暖色衔接起来，呼应起来，但都是很淡的啊。这个画儿要让它协调到统一的这种视觉效果当中，不能太过于突兀。好嘞，然后我们再来往下方走。好了，然后接下来你需要，比如说你要去突出的去染哪一块儿，对吧？你自己就去再丰富的加就行。那颜色一定要过度协调，或者说墨块过度自然啊。好，然后我们再来一个石绿，用点石绿或者石青，是吧？我们刚刚说到用点石青的颜色，对吧？来调和石绿加石青，微微的调和一点点。好，稍微用点石绿，是吧？然后石青呢要多一些。好，然后我们再来一点点。好，我们来调和一下啊，来调和一下。现在人少，我们是可以给大家提供作业点评的。好，你想想，咱们课程已经挺多的了，好，以后人多了，那可能呢给大家提供的作业就不一定特别方便。目前我们根据大家的学习情况，我们可以给大家一定的指导，语音的方式在群内给大家点评，好吧？好，然后我们用这个石青或者三青的颜色，把我们的浅滩看好喽，浅滩三绿加三青，三青的颜色会更跳跃点。现在你用的颜色比较淡，
待会儿等它干一点之后，你再用更跳跃的颜色都可以的。因为现在用的很薄嘛，很薄。什么时间都在上课，每天上午9点半。好，这是我们画的这块岩石的浅滩。然后前方呢，咱们先不管，先不管。好，底部只要这些岩石没有衔接、没有染到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用这个颜色，是吧？微微加点淡墨，好，给它衔接出来，衔接出来。好，把山顶部分，是吧？山石部分呢加出来了，一会儿再用颜色去区分一下它的这种，浓淡啊，对不对？或者虚实啊，这种关系在里边就可以了。好，很快就画完了啊！大家伙稍微耐心一点儿。好，我们可以用偏轻一点的颜色，对吧？把咱们的浅滩依然是先染出来。啊，给它染出来，包括它右下角，对吧？我们可以用这个颜色的同时带一点点墨，三清加一点点墨，是不是把咱们右下角最画面底部的这块岩石，是不是给它染了？啊，三清加点墨，还不让这个最下方的颜色呢太跳跃。其实它在加这种石头上面的颜色的时候，都是加了墨的哈。你包括左下角这一处。啊，都加了一点点墨，让这个颜色的纯度呢变得更低，而且呢也更加的暗，更加暗一点。好累，好累。好了，这是我们塑造的前方这部分啊，远处的我们可以调和的更淡，是吧？调和的更淡，依然是三绿加三青，但是颜色要偏轻一些哈，颜色要偏轻一些。然后水分不要太大啊，不，这个颜色不要太厚，可以多加点点水，多加点点水，是吧？颜色其实它是比较偏灰的，偏灰的。甚至于加点点淡墨都是可以的哈，加点淡墨。好，淡淡的。好，浅滩是吧？和房屋周边都衔接起来了，衔接起来了。当然，让它和我们的后面的岩石是吧衔接，我们不能让它太过于刻板生硬，用一些擦的笔触去交叠交叠就可以。
再来点淡淡的颜色。好，然后左边。好，画面是不是就丰富起来了？它往左边走的时候，这一块的岩石呢，可以多用点石绿的颜色，是吧？让它颜色呢看起来更丰富一些。虽然都没有干，但是我们大体是吧，还可以把它效果是能够体现出来的。好，大致的视觉效果是吧？有了，有了，有了，已经。然后再用点笔点是吧？用一点咱们的这种石青加点石绿调和的这种颜色，点咱们的这种树叶，对不对？得用茂密的笔，用比较密集的点。好，根据这个树梢部分，啊，来添加。我们画了这么多的树，对吧？其实它最后都要用一点点颜色，啊，去让它看起来丰富，或者看起来微微的形象一点儿。它有一定的疏密，哎，就够了。姿态肯定不会特别的形象，很概括的嘛，对不对？然后左边儿，这些颜色，你可以用石绿偏石绿一点的颜色，它甚至于加了一点太白，我们这个没干加太白也看不出来。然后它在这个树的边缘呢，点了非常多的点。树叶它是加了太白的，因为我这个没有干，是吧？我加太白你们也看不出来。好，我就直接这样去点了。大家伙儿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画面的需要，是吧？去添加一些太白，去把这个树叶的颜色啊画得更加的亮一点点，或者层次拉开一些。在里边捡了好多的石头，好，这个习惯还挺好的。我偶尔也是这样，走到路上看到不错的石头，也可以把它捡起来。每天上课的课都在120节课包里边吗？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基本上这样子。除了有2节，除了有2节课的案例，因为当时忘了录以外，其他都在。一节是瀑布，一节是青绿的山水，其他都在。不过后面我们还可以画到相似的这些题材，相似的题材。好，这是近景部分，我们着色表达，大家画完了吗？干了之后，我们还可以用太白提亮这个颜色，在这个浅滩上面再加，让这画看起来更加的丰茂、清雅，是吧？非常的透，但是因为有了投影，所以呢看起来才会更透。好，我们可以用更淡的颜色哈，更淡的这个颜色，加水，很透的颜色。不是前面我们后方底部它不都已经用淡墨染过一遍了吗？我们还要用点颜色给它微微的走一遍，微微走一遍，这样那这个画呢，它会更加的融合或者色调。我们说反复使用同一种颜色，能让这种画面显得更加的统一，也更加的协调啊。但是它的层次一定要区分开啊。每天和老师一起畅游山水之间，
这是一种生活的惬意啊。当然，我们说画一张好画啊，是我们对自己生活的重视，也能让我们闲暇的时光呢更有意义。像美好的周末，画一张山水的作品，还是挺不错的。你即便是不想起床，也可以卧游一下，卧游一下。为啥树不用其他色？因为作者他原作他就这么简单画的，没有用特别复杂的颜色，我们也没有必要去加的特别多啊。你比如说你想用朱砂，那也可以啊，比如说那种特别跳跃的颜色也行。好嘞，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画的这个画面的大体的效果啊，山如碧玉簪啊。好，如果喜欢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截图，那么也可以点亮黄色的粉丝灯牌，就有权限呢进入到粉丝群，在我们群内可以获取高清的案例图和工具清单。我们所需的、所绘制的这个绘画用到的毛笔以及纸张，包括我们的颜料，还有墨汁以及相应的工具材料，是吧？碟子等等，都在我们屏幕下方的小黄车里边，有需要的可以去选购，好不好？